是蛮想演妈妈的戏。宝宝，宝宝找到你喽！你有没有看到我啊？嗨，老公，宝宝在我肚子里，不在荧幕里。有了孩子以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这样的我，真的能当一个好妈妈吗？Hello，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和往事干杯》，我是陈慈，我是不正经娱乐小哥简小豪。好，这个礼拜呢，小豪又来了，但是还是一样没有饮料可以喝。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聊一个不错、很厉害的小女生。差点鼻水都要喷出来。喝鼻水，你不要这样。穷到自己喝自己的，有没有？鼻涕。好，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聊这个小女生，我觉得厉害了。我觉得她长大了，她不是小女生了。哦，她已经可以演妈妈了。厉害了，而且还是不用结婚就可以当妈妈。未婚妈妈，对，未来妈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我亲爱的你了，说什么一次不会有事？你看，现在出人命了啦！你现在要当妈妈哟！不是，人工呼吸，快点！哇，郭书瑶在里面可以完全演得出那种未婚妈妈或者是新婚妇女，然后意外怀孕又流产，然后甚至不孕的这种很写实，现在女性很容易面临到的状况。如果是你呢？你说不孕吗？我是说，在你完全都没有接触过的实际情况之下，如果叫你去演，你演得出来吗？我觉得很难，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啦，我对于演戏的理解就是你应该要先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然后你才能够透过戏剧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他很不简单，他也没有怀过孕啊，然后他要去演一个不孕症。这必须应该要做很多田野调查吧？她不只做田野调查，我觉得瑶瑶是一个很认真的女生，因为我据说就是据一些资料啦，甚至她自己在采访的时候，她讲说这一次的演戏这一部台剧那个未来妈妈，她其实是自费掏腰包去请表演老师来教她表演。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因为她为了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愿意这么做，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演员。而且除了这一件事情之外，他为了要让整个表演是比较逼真的，他甚至是去跟很多的年轻妈妈或者是跟小 baby 去互动，就像你刚刚说的田野调查。另外，因为他要不孕症嘛，他是演不孕症，他要打那些排卵针，那其实很辛苦。我有听我们一些同事在讲，很辛苦。那他就会要求拍戏的时候，医生真实的打在他肚子上，真的打排卵针。他要求医生真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不会伤害到他的身体，他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只是在皮下组织，所以他就是觉得说你要打就真的打，这样才会，因为没有人，他觉得也打针并不真实，他觉得真的打针喽，那还是真的打好了。对啊，可是当然啦，导演好像没有这么做，可是他确实有这样提出要求，你就知道说他对于表演这件事情，他是有多么的在乎跟认真，他觉得要达到那样的要求。这真的很认真哎，我不要，难怪你演艺圈就浮浮沉沉。不是，难怪我姐姐是一直演浮夸戏，内心戏都无法接。哦，你没办法得金马就这样子。对哦。而且你知道吗？因为瑶瑶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因为过去她就是杀很大，她从一个拍广告意外爆红的女生。那这几年来，其实她包括又得了金马，然后被不少的戏剧肯定。所以，但你知道她其实一直以来，她从一个不会演戏到为了戏而努力，她其实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去学骑挡车，这我其实是不太会骑挡车的，对。然后再来，对啊，这一档学游泳，中间拍通灵的时候，因为我怕火，但是要去学怎么自改，所以也是克服那个。所以我从以前很怕，我连打火机都不敢用的那种，我以前不敢用打火机，到我现在敢用火柴，然后烧到那种很短，我都也没有再给它。对啊，因为那时候就要烧符，烧到符很少嘛，因为你每天在做这件事情，一定不怕。所以那时候有特别训练，就是索菲亚就可能拿着我手这样等那个火，我就说会烧的，会烧的。他说不会，就这样一直训练，所以现在都比较不会怕。那我演戏也很需要啊，我情绪什么的我都会找适合的歌来听，因为我会帮角色做一个他自己的背景音乐。
就会去找一些歌，因为那个是一个感受的东西，那好特别哦。就是会用不同的方法，有的是味道啊，然后有的是，因为我觉得记忆跟味道、跟音乐、跟声音什么，一定都会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荧幕你知道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艺人们的作品都已经是现成了，对，所以小时候的我啦，我都会觉得说，当明星真好，就是只要出来露脸。刷脸就好。对，但是就是等到实际去接触那个圈子去采访或干嘛之后，你才会真的发现这些演艺人员其实真的在幕后是很辛苦的。所以就是人家说，就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是这样。瑶瑶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他有很多的质疑，包括他自己对他也有很多的质疑。我其实不理解那一种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到底是不自信到会什么程度？你有遇过那样的人吗？就是我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我会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不行。你有没有周边？你旁边就是这种人啊。怎么会？你都靠刷脸，你都胆敢说自己可以靠刷脸？没有，我跟你讲，其实真实的我就是这么的没有自信。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很完全的否定自己，你会怕自己就是不能够胜任。我觉得出街可能会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了，就是你真的很害怕把一件事情给砸了，对，然后会很担心说那别人会怎么看你，就是很多外在的因素。过去有经历过很多的被质疑，对啊，但我也会质疑我自己，是因为我真的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对啊，你说我没有，的确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是长得最漂亮的，我也不是身材最好，我也不是最努力的，然后对啊，我也不是演技最好的，怀疑自己，怀疑到我觉得，而且那已经是拿到金马之后了，还是会怀疑。就是我有遇到一个导演，他每次拍我都是很快，就是很顺利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大家对我既定印象的标准比较低，所以可能他们觉得我可能只能做可能60分好了，那我给他62分，他就觉得哇，但其实说不定我可以做到80分。可是因为他们就是多了2分，他们就会觉得应该够了。我就想说，我就曾经真的有跟导演讲说，导演是不是放弃我了？然后他就说没有啊，真的没有。曾经有一段过程是觉得哇，全世界人都不喜欢我，都讨厌我，所以我很害怕跟别人相处。常常在片场的过程当中，你看她好像是她给人的形象就是很乐观、很活泼、很开朗的小女生，但你没有办法想象的是，她在片场里面，她竟然都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默默的在观察每一个人。她不敢去跟人家交朋友，她也不敢跟人家沟通，不敢跟人家说话。是因为她沙很大的关系吗？我是真的也是从这些工作里面当中，就是改变了我人生很多，学到了很多，然后我也觉得这真的也有点像带天命的感觉，因为条件好这么多，然后努力的人也这么多，然后长得漂亮的人也这么多，那偏偏为什么就是有你会有这个机会？那我觉得肯定有它的原因在，所以我会对于这个工作更真心的去全力以赴的去做它。但是我突然想到一点，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些形象第一时间加注在瑶瑶身上，就是你就是沙很大，然后你就是童颜巨乳，然后宅男女神，对，所以人家其实从来就是没有把你把演戏画上等号，有这种枷锁或者是说既定印象在他身上，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有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再去想办法去突破。我觉得突破这件事情，在还没突破之前，那个人总是会想的比较多。我在猜啦，瑶瑶是不是也有可能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导致他可能会对自己稍微没信心，然后也会比较自卑，这样对不对？所以那我觉得他厉害的是，就是这几年来，他是一次一次的透过他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真的是他自己的努力。然后他就像人家说的，他像舒淇一样，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然后让人家知道说，我郭书瑶，我不是只是一个童颜巨乳，我不是只是一个宅男女生，我也是会演戏，我也是真的能够在演艺圈立足的一个女生。但我觉得他应该最感谢的就是《窒息》那部电影吧。好累哦，我要哭了。真的很累耶。80秒。他们都没有在手下留情哎。
好累啊！对啊，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拍吗？我们可以这样拍，我撑不到30秒。我一定要让美玲睡在刮目相看。拍志气的这部片，其实它需要很多。对于女明星来说，你需要扮丑，你需要增胖，月瑶还为戏增胖了3公斤，然后你可能要真实的去练那种体力，要拔河嘛。可是对一个漂亮的女演员来说，你要让她整手张开都是剑，她以后怎么在就是漂漂亮亮的这件事情上面？漂亮的女主持人，为什么当初你要参加拔河队？我只是想要证明我自己在体育上面有成就。所以你看完《志气》那个时候，你觉得瑶瑶在里面演的，真的让你有没有很有感觉？她真的就是你会知道说，就算在镜头上面可能她下面有垫椅子，但是那个力量跟那个表情，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哇，那她真的很成功哎，那所以这个新人奖真的拿得实至名归。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是我？对。然后，对我直到现在我都不太敢去看那时候的影片，我觉得太丢脸了。就是当下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后来反应过来觉得超丢脸，是哇那个多隆重的场合啊，有多少大明星这样看着你，我觉得超丢脸的。对啊，可是就很感谢那个奖，我觉得不是说给我一个说我有多会演，或者是证明我有多厉害的奖。而是给我了一个入场券，就是一张门票，告诉我说你可以当演员。对，你要相信你可以当演员这件事情。一直都在怀疑啊，也不是我怀疑我自己吧，大家都在怀疑我吧。对啊，我跟大家也会有一样的疑惑啊，就觉得你到底凭什么？就是你根本什么都不会啊，或者是觉得我做不来啊，都有。对，但我说真的，他其实真的是那种拼命3娘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很有名的一部戏是他那时候拍那个《通灵少女》，他真的是觉得导演你们要不要换人好了，你不找我也没关系。通灵那时候不是，就是他们有很多的人选，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经纪人就先传了一个链接给我，就是你看一下。然后我就说哦，这个我看过啦，我很喜欢，怎么了？他就说我们要去试镜。我说真的假的？然后就。反正也是全力以赴，尽全力的去试镜。可是我试镜的时候我没有得失心，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很怕我的能力不及，我会破坏它，所以我希望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好的人去演这部戏。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光是通灵这件事情我就没有经历过了，而且他就是从小都在宫庙长大的，我根本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我第一次被导演磨得很惨，就是陈和瑜。我做什么他都不喜欢，就是也不是说他不喜欢，他都觉得没有，你可以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再怎么样。因为过去我做什么，导演就好像就好 OK 啊，这样可以啊，这样可以，所以我就觉得人家对我标准很低，可是陈和瑜标准很高，然后我就觉得天啊，我做什么你都不要，那我要怎么办？你们要不要找别人演？我真的一度我还有跟他们说，我说我后来啦，就是说我那时候都觉得你们要不要找别人演？我说我真的做不来，你不用用我，真的没有关系这样子。比如说什么镜头会被磨很久？很多，从头到尾，大家看从头到尾，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女生吗？你可以不要那么可爱吗？你可以不要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故意去做这件事情，但就是一直在调整或者是各种。就是讲一个天生有阴阳眼、会通灵的少女，她从小在宫庙里面当仙姑，可是现在呢，她是高中1年级的学生，那她要兼顾2边宫庙跟学校的生活，的一个很有趣的青春成长故事。导演只要出一张嘴就好，真的啊，导演就出一张嘴就好。那你要怎么去？你知道，你不要太温柔。我没有啊。好啊，你稍微再凶一点点。我已经很凶了，但是不要再这么凶一点点。到底想怎样？对，就是那种感觉。那到底想怎样？对啊。所以对一个演员来讲，我就觉得啊，你要去抓到最后导演喜欢的那一个角度。过程当中真的想，真的，这部戏一定是要花比较多心力，是因为你过去我们就是台剧，就是纯台剧，可是这一部是跟 HBO 跨国合作，等于是影集的等级。当然我们不能说崇洋媚外，或者是洋墨水一定好喝，但是你就会用另外一个标准去看待这样的一
影集的戏嘛，所以当时这个导演对瑶瑶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苛。但是我觉得他也得感谢陈慧宇导演，让他通灵少女又攀起一个事业成功了，完全成功。很多人都说他演这个角色真的是绝了，而且我觉得当下都是这样子，就是当下都是很痛苦的。等到你就是完成结束之后，其实你的表演层次又会提高到另外一个境界。唱歌、拍广告、演戏，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说他自己最喜欢演戏，他觉得这可以帮别人说故事，他也可以借由故事来看清自己、疗愈自己。我觉得蛮不简单的。如果每一个演艺人员都可以有这样的成就，我觉得应该蛮棒的。突然我被你的一句话吓到，怎么样？你说她小女生，但我想想，她好像也不小了哈。可是我觉得她在我眼里就是小女生但就是你可以看到她蜕变的小女生啊。我是不是也是小女生？你是小女生，在你心里是吗？是不是？好，我们在荧幕前要会做人。我们两个感情很好。好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和往事干杯。希望瑶瑶可以有更多很好的作品，好吧？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想看最新影剧话题，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精彩新闻不漏接。